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铃木大介先生所著的《贫困与大脑》这本书。先简单说明一下本书的结论。用一句话来说，贫困并非因为个人努力不足而产生，而是由大脑功能障碍所导致的。根据本书作者的说法，贫困就像是一种症候群，是大脑认知功能和信息处理能力下降的结果。事实上，无论是中风后的行为障碍，还是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各种脑功能障碍都与贫困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是我们个人努力难以抗衡的。面对因中风或认知症导致脑功能障碍的人，让他们在以健康人为基准的社会中竞争，几乎就像是在玩一场根本不可能通关的游戏。这正是本书的主张。因为人类迟早都会经历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认知功能的下降。我们年纪越大，尤其是60岁以后，几乎所有人的认知功能都会程度不同的降低。到了90岁，绝大多数人都达到了认知症的水平。现今社会，65岁以上每5人中就有1人患有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在这样的时代，认知功能的下降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可能有人会这样想，确实，年龄大了，认知功能下降，大脑变得不灵活，但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不工作了。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因为高龄者无论如何都无法逆转认知功能的下降，而且这种认知功能下降并非个人责任。对那些认知功能下降且无法通过自助努力改善的高龄者，强迫他们使用为健康人设计的无人收银机，本身就是不合理且难以完成的挑战。不仅如此，近年来不仅收银机，在家庭餐厅等场所用平板电脑点餐也逐渐普及，但仍有很多高龄者无法熟练使用这些设备。而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中将越来越普遍。即使年龄增长后退休，投资仍需继续进行，因为如果不持续运作，储蓄只会减少。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刷新自己的金融知识。然而，即使对健康人来说，金融知识也是较为困难的领域之一。而随着年龄增长，认知功能逐渐下降，也就是说，我们所需掌握的知识在增加，但自身的大脑功能却在退化。陷入了认知负担不断增加，认知能力却不断下降的两难境地。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不得不面对贫困和大脑功能问题。因此，今天我将重点解说本书中关于我们年老时所面临的脑功能与贫困问题，这与很多人都息息相关。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65岁以后大脑迅速萎缩，认知功能崩溃的人的5个极其悲惨的结局。第二，65岁起仿佛跌入人生地狱，精神崩溃导致跌落人生无法停止的详细解析。首先是第一部分，65岁以后大脑迅速萎缩，认知功能崩溃的人的5个极其悲惨的结局。关于大脑功能随年龄下降会发生什么，相信大家都很感兴趣。首先介绍的第一个是迟到成习惯。本书中写道，因大脑功能下降导致贫困的原因之一，就是经常迟到或违反约定。举例来说，有些大脑功能下降的人，明明准时起床，却总是赶不上平常乘坐的电车而迟到。实际上，无法守时或对时间不负责任，是陷入贫困者的共通点。作者指出，这并非因为他们缺乏责任感，而是大脑功能低下引起的某种疾病。因此，他们本身并无过错。那么，为什么大脑处理能力下降会导致迟到和违约呢？这是因为注意力障碍。注意力障碍是指极易分心的症状，使得人们异常不擅长寻找物品，特别是在视野中有许多物品时，注意力会被分散，物与物的轮廓会变得模糊，仿佛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要从中找出特定物品变得异常困难。中风后遗症患者甚至可能在便利店里找了10分钟都找不到牛奶，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这种状态下，
当然无法准时到达，经常迟到会失去社会信任，收入自然无法提升，陷入贫困，甚至可能被解雇。这就是大脑功能下降导致贫困的第一个原因。接下来介绍第二个，违背约定。大脑功能下降的人除了迟到，还常常忘记约定，重叠预约。这不仅是注意力下降的原因，还有工作记忆功能的减退。工作记忆是指我们思考或判断时，暂时在大脑中记录信息的脑内变迁。实际上，这种功能减退的人会出现刚记下信息就立刻忘记的症状。一旦丧失工作记忆功能，忘记事情已经不是小问题，而是极其严重的干扰日常生活。此外，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看到纸上写的或者显示在屏幕上的电话号码，然后确认后输入到手机里，但是如果工作记忆下降，就记不住这些号码，约有80%会打错电话。只要目光一离开号码，记忆就会丢失，结果在手机上输入错误的数字。正是由于这种工作记忆障碍，导致经常出现爽约或重复预约的情况。你可能会觉得，只要做好笔记就能避免这种情况，但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当你拿出日程本准备记下时，很可能会记错日期，甚至忘记去写。即使勉强写下了正确日期，后来忘记写过这件事，笔记本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情况下，自己写下的东西根本无法相信，因此有时甚至会向约定对象发送“我们约的是这个日期吗？”这样糊涂的邮件，这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在这种状态下，业务不可能顺利进行，贫困会不断加深。接下来介绍第三个，各种工作都变得极度缓慢。正如前面提到的，注意力障碍导致找东西困难，这对工作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工作异常缓慢。你是否见过职场上那种工作非常慢的人？即使劝他们加把劲，快点做事，其实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的大脑功能已经下降了。大脑功能下降导致找东西困难，他们无法在电脑上找到过去的文件或邮件，即使是可以用关键词搜索的数字数据，也很难找到，更别说找纸质资料了。即使花上好几个小时，也找不到所需资料。另外，找自己写的必要笔记或记录，也会极度低效，浪费难以置信的时间。于是周围的人会觉得他这是在偷懒吧，不懂为什么他工作这么慢。这样的评价会导致工作评价降低，当然升职也会延迟，被别人评价低，个人积极性自然下降，甚至可能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一旦抑郁症发作，大脑功能会进一步下降，工作能力更差，形成恶性循环。虽然拼命努力工作，但还是会迟到，而且工作异常缓慢且不稳定。那么接下来介绍第四个，无法进行正常的对话。脑功能下降导致无法完成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作业，连现状把握能力和判断能力等高级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在工作中，经常会有拒绝别人请求的情况，但脑功能下降的人不仅无法解释拒绝的理由，甚至连拒绝的判断都做不出来，最终在做决定和判断时会陷入恐慌。判断力下降也意味着临机应变的能力丧失，这样一来，在需要灵活应对的工作现场，他们几乎无法胜任。更严重的问题是无法进行对话。其实，人类的对话需要非常高级的脑功能，要准确理解对方的话，灵活应答，并迅速判断如何回应，这就是对话的本质。脑功能下降导致临机应变能力和语言判断能力丧失，普通对话变得无法进行。而且，对话不仅是工作需要，更是人际关系和沟通的基本。认知功能下降会让人无法顺利与他人沟通，比如别人和你说话时，可能会感觉对方说得特别快，对方刚说完一句话，自己甚至没来得及理解，下一句话又接着说，就像听不懂的外语一样。这样一来，参加群聊就完全不可能了，完全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也不明白大家为什么笑。
别人会觉得你反应迟钝、走神，不听别人说话，人际关系自然会恶化。接下来介绍第5个无法外出。脑功能下降带来的问题不仅限于工作和沟通，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也会受影响。比如，正常人可以轻松乘坐自动扶梯，但脑功能下降的人会感觉周围一切速度都变快，连上扶梯何时迈步都无法判断。我们乘扶梯时，都是无意识的快速判断何时上扶梯才不会踩空，但这项判断能力却丧失了。过有车来往的十字路口时，他们也无法判断何时通过，甚至难以察觉红绿灯变换。在人群拥挤处，面对迎面而来的人群，无法快速判断向左还是向右躲避，最终可能停在原地。这正是认知功能下降的老人无法外出的表现。他们不能安全通过十字路口，这不仅是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更是脑功能下降导致的。连简单的过马路这样的日常动作都做不到，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害怕出门，开始宅在家中，缺乏外界刺激，脑功能进一步下降，心理也变得抑郁，甚至患上抑郁症，陷入脑功能下降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接下来是第2部分，65岁以后人生如地狱，精神崩溃导致人生不断下滑。我将对此进行解说。随着年龄增长，脑功能下降不仅会导致无法正常工作，事实上，脑功能下降还会让我们的心理状态变得极其脆弱，人生幸福感大幅下降。这一点已经被证实。因此，第2部分主要介绍随着年龄增长，认知功能下降后，心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会介绍其中2个主要表现。第一个想介绍的是无法忘记痛苦的事情。当脑功能下降、认知功能减退时，很多人会遭遇这种症状，那就是无法忘记不愉快的事情。这非常痛苦。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被某人说了令自己不快或受伤的话后，一天中反复地想起对方，早上一醒来，脑海里就浮现那个人的脸，即使散步或和别人交谈时，也会不停想起他，就好像脑中被强力的粘性胶带贴住了那个人的脸，无论如何也无法撕掉。实际上，这种症状也是由脑功能下降引起的。当脑海中想起不愉快的事情时，脑内所有的注意力和思考都集中到那段不快的记忆上，就像被牢牢锁定一样，完全无法思考其他事情。而且，当时那个人带来的烦躁和愤怒情绪，会像当时一样鲜活的、真实的重新浮现，导致自己无法控制情绪，变得非常痛苦。这就是所谓的痛苦记忆闪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高级功能受到损害所致。我们的脑中本来有抑制情绪的功能，但随着脑功能下降，情绪抑制功能失效，进入了所谓的脱抑制状态。也就是说，情绪无法由自己控制。提到认知症，大家往往想到的是健忘和记忆障碍，但实际上，因脱抑制导致情绪失控，也是认知症的典型症状之一。那么接下来介绍的第2点是因为不安导致大脑冻结，不仅仅是刚才提到的愤怒情绪。当我们的大脑功能下降时，会持续被不安感纠缠，注意力总是被不安情绪吸引，自己无法将其重置。这同样被认为是认知功能下降所引起的。我们本来是可以切换大脑开关的，当大脑的高级功能良好时，我们能凭借意志力不去想多余的事情，集中精力做一件事。这是因为大脑的开关让我们能把注意力放到应该做的事情上。但是当大脑高级功能下降时，这种开关切换变得不灵活，大脑会持续被强烈的情绪不安所困扰。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被强烈的不安袭击时，脑子像疲劳一样沉重，思路混乱，或者因为不安，理解别人的话语或文字都变得困难。紧张感持续时，眼睛和喉咙感觉堵塞，呼吸都困难。这种因为不安导致大脑冻结或出现身体症状的现象，
也是由大脑高级功能下降引起的。不安本来是一种正常的防卫反应，用于面对未来可能带来危机的课题时启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明天有考试，没有人会不感到不安，这是因为对明天有考试但没复习的状态产生危机感，激发了生存本能去学习准备。这种正常的不安，是我们活下去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当大脑功能下降时，会被不安折磨到大脑冻结，什么都做不了。本来应该采取行动去面对危机，结果完全动弹不得。明知道明天有考试必须学习，却被不安压倒，完全无法学习，陷入这种状态。更麻烦的是，这种不安如果反复出现，会在脑中形成不安开关。一旦形成，只要耳朵或眼睛接触到能引发不安的东西，头脑就会反射性地感到沉重，完全无法进行思考和工作。比如听到考试这个词，即使实际上并不是明天考试，也会变得异常不安，思绪停滞。到那时，逃避这种不安成为了人生唯一的目的。人们开始逃避真正应该面对和解决的不安，变成什么都做不了的人，拖延该做的事，堆积更多任务，人生变得越来越糟糕，陷入恶性循环。我们并非单纯的努力不足，而是大脑功能障碍带来的必然挑战。理解这一点，能帮助我们以更宽容的视角看待自己和身边的长辈，也促使社会为高龄人群设计更加人性化的支持系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